这世间万物啊，皆有两极，一则为阴，一则为阳，阴阳相生，刚柔并济，人也不例外，任由气组成，因此阴气和阳气皆必不可少。有的人一出生就阳气旺盛，就像虫鸣；有的人生来阴气盖过阳气，体虚多病，多见怪力乱神之物，比如元贞。对了，元贞是一个大活人，而崇明是在大好的光阴下走的，而自杀在冥府算是罪大恶极，因此啊，崇明在阴间也不好受。我这罪凭什么就抵不了？你呀你，这火气大的妖邪不侵魍魉退服，我这阴曹地府也不想留你。罢了罢了，不过法子倒也不是没有。什么意思？当年和你死亡相关的人，生死簿找到了。元贞，反正你阳气这么足，接近他是轻而易举的事。这大白天的还敢出现在寺庙附近，看来是厉鬼啊！慢着，他能看见我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这人阳寿不长，阴气比先生您还重，阳气不足您一半。他叫什么名字？元贞。就是他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回去报个信，今晚鬼门留我到丑时。是。我剩的阳气还没你们的多，在我这捞不到什么好处。哦，你自己也知道。是你，你来找我做什么？帮我个忙。我做不到。还有，从我身上下来。只有你能帮老子。只要你证明我不是自杀，事情就解决了。我怎么证明？你死的时候，我祖父还在娘胎里。喂，那帮你我有什么好处？让你多活几年。那些老古董们或许有办法。是真是假？你得让我先休息好。好。你干什么？给老子别动！等等，你他妈！就你小子这么点阳气，能不能撑到明早都难说。操！睡吧。元贞，你今天气色倒是很不错啊，一定是佛祖听到了我的心声，关照了你一番。还菩萨关照呢，我这是被鬼魂关照了一晚。老宅睡得还习惯不？要不今天我陪你一起？别，一个人自在。哟，一个人自在，自在干些什么是吧？哎，你今天手劲不小啊！你们两个感情还是这么好，姑姑好。今天得温木了吧？啊！原来元贞刚出生的时候，总是招致不干净的东西。元贞的祖父便找来了几个道士做法，命是保住了。但年长的道士一再嘱咐，每年年中月尽时，需用紫河车熬制的治阳治纯的药酒，沐浴浸泡3日，补足阳气。元贞极其厌恶闻到这种味道，他只觉腥臭不堪，难以忍受。而到了年少时期，他已经能面不改色，浸泡在这药浴里。小火猪，你要一起来吗？姑姑，别再叫我小火虎了，怪不好意思的。这孩子是火神，能护佑元贞免受邪神侵扰。去看看元贞的祖父吧。走吧。袁少爷，今日见你倒是比以往更精神。你出去的时候把门带上吧。是。这玩意儿对你没用。那什么有用？这个有用。元贞，你一个人？姑姑，别担心。最近阴间不太平，祖父的符咒也快燃尽了，我担心你。姑姑，我没事的。姑姑，祖父那本轮回转世的书还在你那边吧？锁在里屋的柜子里呢。你不会又想牵扯到那些东西吧？不，我不会。那些东西……好了，跟我来吧。元贞，小心使用。谢谢姑姑。起开，睡自己房间去。别介，你知道我怕睡你们家的，又潮又暗，像洞穴一样。你都多大人了？过来。我可什么都没做。元贞，救我！你别睡我房间就没事了。你知道的，
我身边总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我知道了，你个没良心的，我可是帮你挡了好多灾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干得好！他说的倒是没错，你那个兄弟啊是圣火之气，火灾之兆，但和你在一起却刚好互补了。得了得了，输我是到手了，能不能帮到你还不一定。妈的，自己什么时候还会想这些龌龊的事情了？杨某，越州永兴人，习阴阳之术，刘书名曰命理集，藏记转生之法，其法有3，试试这个法子。行，今天就到这里，还少了一个步骤。我明日再来。混蛋！已经是回校的第3个晚上了，崇明还是没有出现。元贞便拿出祖父那本书翻阅了起来。崇明自杀而死，竟是最下等，是不是要对他再温柔些？你干嘛呢？多日如此，什么？元贞总是愣神，似乎是下了什么决心。元贞起身离开了教室。姑姑，小珍，姑姑，你告诉我去阴间的方法。你忘了那个小山鬼了吗？7年前，爷爷刚去世，大伯他们就禁止我再出门半步。这山啊，就是门，我们袁家就是守门人。但是我们的小元琛啊，不用继续做守门人了。元正，你还是不要走出房门吧。越是满月时分，下人们越是将元贞看。什么是满月？以前祖父说是一家人团聚的日子，后来大伯们说是阴界鬼门大康的时日，最易招致祸害。奇怪，明明树没晃，怎么会有风？因为我啊，来抓没有睡着的小孩。我能碰到你，你真的是活人。我当然是活人。就你个小屁孩。你别跟着我。我能碰到活人了。小山鬼靠吸食小孩的阳气保护，但却选择把元贞当成玩伴。笑什么笑？渐渐的，元贞便和小山鬼熟络起来。元贞身为长子，却不能履行袁家的职责。喂，小山鬼，你的梦想是什么？什么是梦想？梦想啊，就是你最想做的事。那我就想多吃几个小孩，吃好多好多小孩。那你的梦想呢？我啊，我就想离开这个院子，过着其他孩子一样的生活吧。小少爷屋子里到了深夜还会发出嬉笑的声音，气色越发难看，怕是……知道了，安排道士做法吧。做什么？别动，正做法呢。做什么？元贞，今后不要再碰这种东西。姑姑，我知道他不想害我的，他不是故意要吸取我阳气的，我只想多一个朋友。我知道，但是他们不行。元贞，以后你还是别来了。为什么？你是鬼，我是人，我们是不能做朋友的。为什么不可以？谁说不可以？就知道是你这妖孽在作祟！姑姑，救救他！救救他！我还没有说再见，我还没有告诉他，我一直都把他当朋友。他已经被烧得灰飞烟灭了，连魂魄也没有了。你难道想让山鬼的悲剧重演？你都长这么大了，你也有了自己的朋友了，为什么非要和他们扯上关系？姑姑，他不一样，他阳气比我还足，莫名其妙的出现，莫名其妙的消失，不由分说的做自己要做的事，却又不给理由。况且，事情弄清楚，他便会去投胎，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。去阴间的事，袁轩的确可以帮上忙。这还是袁轩小时候偷偷翻阅到父亲的书籍时发现，从袁宅到灵山有一个结界，可以从那里直接走到鬼门关。那元贞，你答应我，必须要平安无事。他希望自己真的能帮到元贞，而不是让他悔恨一辈子，让元贞口中的他成为第二个山鬼。这无头金香燃尽要1个时辰，这1个时辰内，不管事情有没有完成，都必须走回到这个地方。我明白了。我会在这边的绳子系上铃铛，一旦有事就用力扯一下。
闭着眼睛往前走，看到什么听到什么，都不要往回看。燕野，臭小子，叫你这么多声，怎么不回头？燕燕，等仗打完了，咱们就回家吧。我回去干什么？一个领头的，当然要留在这里。燕燕，给我。这人与我一样的模样。睁眼吧，生乃不入明。无奈元氏之后，速掌阴阳之门，今有要事前来。择入。见过阎王。你是来找崇明的？正是。竟然犯得着你闯入地府？元真只求一个真相。何为真相？所见、所闻、所想，我信之，便为真。带他去见崇明吧。先生随我来。这道两边的光所燃的不是烛火，而是人心。直到一日想明白了，便不会再徘徊于这冥府了。这些门是轮回门，此为恶人门，此为六处，再往前便是善人门。先生到了。崇明，你这伤到底怎么回事？你这几天别想给我再出去闹腾。别废话，能不能治好给句准话？你呀，早已不是人了，别以为还能像以前一样挥霍自己的身体。我今晚还得去一趟人间。别碰我，你的伤还没好，不能乱动。崇明，药里加了点东西，够你睡3天了。难道崇明就住在这样的地方？妈的，玉泽，给老子滚出来！你这是过河拆桥啊！要不是我加的那点药，你的伤哪儿好得了？这是最后一次上药，没必要。造孽！罢了罢了。先生，外面有人找。不见不见。是个小少爷。让他进来。这个味道是元真。元真这体质怎么能来冥府？妈的，都怪这药味影响了嗅觉。你怎么来了？见你3日不来，看你是不是魂飞魄散了，这样我便也能得个解脱。元真并未想到这屋内还有一人，而这走出来之人，面若桃花，烟眉如柳。他这一身装扮与坐在床上的崇明一对比，却很是般配。崇明，你合着你3日不来，竟是在……如你所见。元真见状，一转身便冲了出去。在这无尽的黑暗里，元真不知道跑了多久。你为什么不告诉他真相？他不需要知道这些。妈的！元真，元真，我带了些水果。我看你啊，天生就该是个小娘子，哪个大老爷们儿还会贫血？滚滚滚！别打扰病人休息。元真啊，你倒是说啊！我知道你有很多事儿不希望我知道，但是你可以把我当做依靠。得了吧你！行了，你睡吧，今晚我守着。又是这片麦田。爷爷，爷爷，我不是爷爷。元真，怎么了？没必要这么夸张吧？不是你一边喊着崇明，一边使劲抓着自己的胸口吗？
我是怕你弄伤自己才拉着你手的。崇明是谁？我也不知道。我好的差不多了，今夜你就别守着了。我自己清楚。方碧，别闹。幸好只是药匠。谁？刚见过面就忘了，在冥府。虽说是入门降术，解法倒有些复杂。你来做什么？崇明让我来看看，我不过是受人之仇，救人之命。崇明那次受伤也是。崇明受伤了，怎么回事？你来冥府之前，崇明在我的药铺了躺了3日，但他也没说那伤势怎么回事。那他现在伤势怎么样了？无妨了。那你们……那是他做给你看的。唯一者都是没有心的，不然会影响判断。原来是这样。这药我也是第一次在人类身上使用。不过你的体质特殊，倒也值得一试。你们2人还真像。方碧在你身边更有助于你的康复。没休息几天，元真便回学校上课了，但有一件事他却一直放在心上。究竟是谁下的降头？喂喂，你们听说了吗？班里要转来个新生。可不是嘛，听说家里还有权有势的，似乎长得还不错，就你知道。元真，听说了吗？转来的人和你有关。你说什么？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转来我们班的新生南哥。大家好，我是南哥，南是南国的南，哥是长叹妇长歌的歌。南哥，你看班级里的空位，你想坐哪儿？就那个男生前面。元琛，你这是走了什么大运？你真认识那个南哥？方碧，你说人死了还能复生吗？这和南哥有什么关系？他已经死了，3年前。元真和南哥的故事要从初中时候说起。元真并不是一个擅长交际的人，但由于南哥也是通灵体质，并且有阴阳眼，两人自然是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。我以前啊见过一个小鬼，眼珠子都掉下来了，还说自己相貌堂堂。那你是不知道我看见的那个女鬼，头发又那么长呢，一直拖在地上，走啊走。这么说起来，我胸口的肋骨有2层哦。这有什么好骄傲的？这样我就能活好久啦，说不定100、300。南哥最大的本领就是占卦，他能算得别人的过去将来，自己的却不行。有一日，南哥突然哭丧着脸和元琛说，他要转去其他地方读书了。这样你就能看见其他各种各样的鬼啦。元真啊，我是南哥，南方的南，歌曲的歌，你以后可千万别忘了我。这样也不免太俗气了，我教你，你就说南是南国的南，歌是长叹妇长歌的歌。长叹妇长歌，这未免太感伤了，不要不要。你不懂，古人都这样，为赋新词强说愁。就这样定了，以后你就和别人这样介绍自己，我保证你在新的班级里一定很受男生欢迎。作为报答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元真，你命中应该还有一个哥哥。第2日带他回到学校，南哥同学昨日出了意外，抢救无效，已经离开我们了。元真，你怎么都不理我啊？难道这3年里你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？南哥，你不是死了吗？我不是好端端的在这里吗？不对，你的的确确死了。老师，我是元真，你还记得南哥吗？怎么不记得？多漂亮的姑娘！合着你这臭小子好不容易打个电话给我，就为了这个？老师，我只问一句，南哥当时出车祸死了，对吧？元真啊，你怎么好端端的就咒人家？他不就是初3的时候转去北方的学校念书了吗？南哥，
南哥，他不是转学了吗？早就不在这儿了。转学？哦，南哥啊，他好像去北方了。不对，都不对，什么都不对。但他的的确确在3年前就死了，所有的细节我都记得一清二楚。那现在出现在眼前的又是谁？难道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？崇明，是不是你也是我臆造的？这世界上根本没有一个人叫崇明，自始至终都是我一个人的幻想。元真，你信？我不知道，元真，我是真实的。我好累，我在，别怕，我在。怎么这么冰？让我再睡会儿。元真，你可知还有一法能帮你更快的补充阳气？我不想知道。等，崇明，有什么事好商量，咱能不动手动脚吗？你不是想要知道我是不是真实的吗？我现在证明给你看。崇明，住口！元真，你这份景色真是不错。崇明，崇明，居然想着那家伙。你怎么来了？你都睡到大晌午了，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怕你出什么事儿。不去上课了。别动手动脚。我还没动脚呢。怎么了？脸这么红？房间里太热了？没事。一到深夜，元真就开始不住地盯着窗口看。方碧也发现了这件事。窗外有什么吗？有鬼，又高又大的鬼。崇明，如何？我有事和你商量，我们去走廊说。哦，你那个哥们儿，要不要我帮你赶走他？不用了，走吧。有2件事，其一，你告诉我，人死能复生吗？不能，除非是莲娥不点灯，未属长流犯，祖上积下的阴德留给子孙，可以使后辈大劫化为小劫。这倒不麻烦，我可去问问阎王。不过需要这人的生辰八字。姓名是南哥，生辰八字我确实不知，不过他是通灵体质，有阴阳眼。如果是这样，倒是还有一法。如何？通灵体质的人可以借阴寿，如果是这样，事情就麻烦了。借阴寿这种事，若是活人蓄意为之，是会打破冥府和人间的秩序的。我刚走那会儿，我爹日日叨念着请法师来做法帮我续阴寿，幸好我不是通灵体质，要不他早就闹到冥府了。你知道怎么解吗？因人而异，不过不外乎2点：找到施法人以及被夺取阴寿的鬼魂。你身边有这样的人？其二便是元真。怎么办？奇怪，明明在门口听到了元真的声音，出门了也不和我说一声。带你去个地方。元真应了一声，心里嘟囔着能换个姿势吗？这一扛，一天吃下的废东西全在胃里翻滚了。到了。原来崇明带着自己来到了普教寺庙宇的屋檐上，这城市竟是变成了元真不认识的模样。都说妖魔鬼怪不敢踏入佛家圣地，你倒好，自己找上门来。想去坐下。月光照在崇明的身上，他像是隔着无数光年定定地坐在那里。元真甚至不敢发出响动惊扰到他。这100年来，新的事物不断出现，只有这庙宇不曾有变化。那你可有变化？越来越明白，这世间纵有1000种美好，没有一样是属于我的。是啊，对于一个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来说，任何的留恋都是毫无意义的。对了，其二是，崇明，你记得燕野吗？何人？你不记得了？与我有关。崇明，你的记忆被篡改了，你如何得知？我亲眼见过。你记起了前世，你记起了前世。虽不是100%确定，但你的死绝不是偶然，或者应该说，是我杀了你。就你这小身板，还能杀得了我？崇明，你可觉得我像是你的什么故人？
没什么。伤势怎么样了？你怎么知道我？你那个药师都告诉我了。怎么，还想瞒我到什么时候？可恶！你那伤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过是阎王让我去找些东西。你去办件事。这些不算什么，冥府那些东西可没想着让我好过。若说出是为了延长元稹的寿命，按他的自尊心性，必是要自责好一番，然后再不理人。若是把我当兄弟，以后有什么事都别瞒着我。以后别再去地府了，那地方对你来说太危险了。风好舒服啊。是吗？若是你也能感受到这些美好的事物，该多好。崇明，你想过要往生吗？人类啊，太弱小了。等你老死了，咱们再一起往生吧。滚你丫的！送你回去。咱能换个姿势吗？哎，等等，我好温暖啊，崇明的胸膛。走了。呼呼的风声在耳边一阵阵闪过，元稹有一刹那的错觉，他能永远躲在这个温暖踏实的怀抱里。江南地区到了梅雨季节便是无边无际的潮湿，那种潮湿是会渗到骨子里的。然而即使不下雨，衬衣粘着空气，走两步便服贴在皮肤上。青色的瓦便铺开一条条巷子，墙面上剥落着白色灰色的漆。这样的路上，元稹觉得心也变得无端惆怅起来。你这到底是要拿什么东西，还要来这种地方？带你这个大少爷来体验体验市井文化。你不知道，这江南可是个好地方啊！都说江南女子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，就连这空气都像是美人温软的怀抱。你有没有觉得有人在盯着我们？这人看起来倒是比先前路边那些算命先生更靠谱一些。小兄弟可想算上一卦？不算。我问的是你身后那位小公子。你还信这个？可先说好，我们是来找人的，身上并无钱财。无妨无妨，小兄弟随我来。你不是盲人？是也不是，有些东西不用看，看了也是浪费，而有些东西需要用这双眼睛细细品味。被那眼针却觉得背后发凉，过了许久，元稹才回味过来，那是看着猎物的眼神。小兄弟想要算什么？前世。这买卖不值当，算你一个前世得花上我几年的天命呢，不值当。那我身上可有什么能抵消的物件？小兄弟倒是很懂我们这儿的规矩，想要获得什么，自然要付出能与之相抵的代价，要不然这世道便会倾斜。给我你的气，一口就行。我的气？喏，对着瓶口吹一口气就行。你为何这般信我？还是你这心愿足够迷惑你轻信他人？江南人可都如这般犹豫不定，不就是吹一口气的事情，哪还要这么磨磨蹭蹭、踌躇不定？真是难得呀，这世间还能找到这样的气，既足矣，既足矣。天道清明，地道安宁，人道虚静，三才一所混合，乾坤百神归命，万将随行，愿为好命，令魂归矣。开，我将你的魂魄送去前世，但你只能停留1刻钟的功夫。至于想要去到哪一世时间，随着你的心意即可，但切记勿言勿动。最想去的时间，那就去看看崇明死亡的真相吧。少将，横断山那边传来密报，又有武装力量的干涉。妈的，那姓熊的和姓唐的都不是省油的灯。接通燕上校。是。目睹了这一切的元稹撑着脑袋站在门边。什么嘛，还以为至少能穿到燕野的身上。喂，那边的谁？给我打起精神来，垂头丧气，成何体统？可怕！接触到崇明目光的元稹后背渗出了一层冷汗。崇明的眼神凛冽肃杀，盛气凌人，大约和电话中的燕野说了些什么。崇明一挂电话便披了件披风往外走去。丁仆，备置好晚膳，燕上校不爱吃的东西一律不许放。是。我得找机会溜出去，跟着崇明。换岗。元稹看了看身上，他所附之人的手掌全是常年在武器磨损下形成的硬实的老茧。随着行军的队伍，元稹始终不敢松懈地盯着前方不远处的崇明的背影。元稹跟着崇明穿过了几块营地，跨入了一片漫无边际的麦田。出来吧！你是何人？行了，你下去吧，我和燕上教还有要事相商。但具体的说，元稹也不明白，只觉得
这个人看起来温暖了不少，大概是和燕野在一起吧。元真想着，心里不觉得又痒了起来。元真回头看时，崇明正应声倒下，元真却对上了燕野的眼神。元真，怎么样？你趁我神离的时候都做了些什么？想着你身子弱，便带上了铃铛，没想到竟是这般弱，险些回不来了。要不是我渡些阳气给你，看来你带着那个人是真的有必要。言归正传，想见的东西你可都见到了？但那边的人可是看得见我。什么意思？我看见前世的我，对着我附身的人说出了我的名字。什么？你没有附身到你前世的身上？按理说不会有错，是你道行不够吧？有人动了手脚，真不简单啊！以后怎么找你？有缘自会相见，我们啊，缘分可不浅。怎么样？尽是骗人的把术吧？这是真儿吧？姨父，你们可有找到那家店？随我来吧。这江南潮湿，难免看不清路。喂，陆晨，为什么要把我们两个找来？那宝物我碰不得，真儿倒是可以。到了。是陆老师吧？张教授拜托我来看一样宝物，可是在这儿？是，就是这里。老师这边请。这两位是我的学生，对古董也是很感兴趣。今日我便把他俩也一同带来了。放心吧，规矩他们都是明白的，绝对不会出乱子。元真看了一眼方碧，意外地发现方碧并没有盯着前面的女子看，而是漫不经心地四处打量宅子的陈设。方碧的身体周围散发着隐隐的热浪感，那些细细柔柔的灵气丝缕被逼退到两侧。真儿，可有什么特别之物？这边，这灵气十分强大啊，连我也能感觉出一二。切，这还不是元琛找出的？这种光线不会损坏宝物，也不会损坏灵气。这美人醉果然名不虚传。原来这瓶的名字是美人醉吗？这宝物的名字是豇豆红釉观音小瓶，是康熙年间的珍品，因其色泽润滑娇嫩，便又有桃花片、美人醉、娃娃脸等美名，真是让人忍不住想要去抚摸。果然还是不行。这宝物果然不一般，看来这宅子的主人的确留下了什么东西供养着他。带走吧。啊，这可是文物吧？应该交给国家才是吧？你说拿走就拿走，这个败坏道德的人到底是怎么当上博士生导师的？这东西常人都是碰不得的，只能暂时由真儿保管着。待事情查清后，我自然会物归原主的。陆老师，可有头目？我需要带回去研究研究些时日，今日麻烦你了。真儿带着宝物的日子，你最好都守在他身边。那东西灵力太强，恐怕会反噬真儿的灵气。哦，反正也听不懂。总之一如往常黏在元琛身边就好。晚上我还有个座谈会，不能陪你们了。旅点我已经帮你们定好了，地址都在上面，千万别迷路了。这什么鬼地方？得了得了，两个大男人还怕找不到这么个小地方？方碧，你还是那么讨厌洛尘吗？小妈的死他脱不了关系。喏，就是这儿了。办入住的时候，前台才告知只有一间大床房。又不是没一起睡过，就将就一晚上吧，袁大少爷。好累啊！你这才走了几步路？你干嘛？你好好休息吧。今天晚上绝对不会安宁。
我还是曾经那个少年，没有一次改变。方碧的皮肤是健康的小麦色，加之火红色的灵气，难怪祖父祖叫他小火虎。刚刚睡去的元贞被一阵娇嗔的女子声音公子，公子，张大人可是几次夸奖公子的酒力，但这番下来，莫非公子想假借酒意？这间屋子比江南的那些古宅还原的更为真实。我现在并不在现代，如今是什么朝代？公子可是很糊涂了。眼下当然是大宋年间，所以公子将这灵儿作为汴京，倒也无妨。大将军外出务职。晓得了，晓得了。大将军外出务职。晓得了，晓得了。这些年来别的没学会，吴音倒是学了不少。苍鹰瓦发，孤山归几绝，月有星桥三夜，你做给西山。这个姓氏倒是有趣，这古人还用这样的镜子照着梳妆。想不到尉迟府大公子倒也喜欢对镜贴花黄。原来迟的意思是尉迟，这姓氏倒是不错。怎么被抓到把柄了？喂，和你说话呢。滚滚滚，别动手动脚。这才是我认识的尉迟凌风。呸，这名字取的。你可还想回去？汴京。我说的是你来的地方。把你的身体留给我吧，真是鲜美啊！化作你身边人的模样，于是便这么没有警惕了吗？糟糕，我早该想到的。将那宝物带在身边，果然是不能松懈。救命！元贞，元贞，喂，元贞，你怎么突然就晕过去啊？你再不醒来，下一拳我就要直接打上脸了。看来他是吸取灵气以维持这般模样。也就是说，你昏迷是因为他？这件事上你倒是很聪明啊。这么危险的东西，还是交给陆晨吧。我不过出门买了些零食，他就……问题倒也没那么严重。平时应对这种我还是有些办法的，只不过这次我没注意，他变作你的模样，我一时没反应过来。铜钱是崇明3天前收到的，上方刻了命登阁3个字。命登阁在武殿阎王殿东侧，要走过一段长长的甬道，几千盏灯排列在黑铁架子上，从地面一直延伸到穹顶。而这一盏灯，2种火搅在一起，灯芯底部还缠着一根黑色的丝线。崇明几乎一瞬间就能确定，这盏明灯属于元贞。微弱的被黑线所蚕食，崇明想要干涉因果，便需要付出代价。压什么？你还有什么？来世。这东西值钱。副判官的棋局便是入门的考验。你下过棋？没有，崇明确实没下过棋，但他打过仗，他懂怎么在劣势里找到一条活路。你赢了。左，命登阁，铜钱是你送的。你要我看到那盏灯，因为那盏灯快灭了，你想要查清楚真相的机会也不多了。灯芯上的黑丝线是什么？不是后天施加的，是先天的。那是生下来就有？不，比生下来更早。像在一颗种子还没发芽之前，往种子心里塞进了一根刺，种子长成树，刺也跟着长进了树干里。从外面看，树是好的，枝叶也有，但树干心里有一根东西在慢慢绞杀它。我给你4个字，你可以去查。上古残魂。照现在的速度，还能烧多久？撑不过今年冬天。我能做什么？你替我办事，每办一件，我就会将阳元灌给那盏灯。事有大小，功德有多少？说吧，要我做什么？不急，先把灯稳住。这些能把阳火撑住1个月，1个月往后每个月续一次，越往后灯芯越弱，需要的功德越多，你要办的事儿也会越来越重。我有个问题说，黑丝线在勒灯芯，我从外面灌功德进去，会不会刺激它收得更快？会。那不续呢？不续，照现在的速度，入冬之前灯灭。
有没有第三条路？有。什么？把丝线拆掉，但你得自己查。我知道了。崇明，你替他续灯的消息不会只有冥府知道。动他命格的那个东西，他一直在看着。你想好了？那就让他来。刚准备洗澡的元贞突然感到胸口一热，难道是老宅那边又用了什么法子？是了，一定是老宅那边的人。崇明现在会在做什么呢？这小子皮肤真好。靠！夜已经很深了，元贞翻来覆去了很久，还是没能入睡。黑暗中的方壁带着温暖的橙红色的灵气，让元贞想起了小时候。你只管依靠我好了。家中祖父、叔伯们都把元贞保护得很好。元贞慢慢觉得自己就像是被困在一个无形的牢宫里，可以看到光，闻到花香，听到鸟鸣的声音，却不能挣脱。元贞如今却还在这笼子里面。元贞莫名的觉得这房中还有一个被困的灵魂。元贞蹑手蹑脚下了床，从包中掏出几张符纸，便带着那观音小瓶朝着门外走去。那观音小瓶果然一路拉扯着元贞的灵气，一边越发光泽透亮。突然，那一片光中，元贞看着那男子走向前来。作为回报，我相信一件事还是告诉你为好。你的身体是极好的容器，先生可要注意身边之人，特别是那些妖邪之物，因为利用容器最佳的情况下，是你心甘情愿的自己奉上。待回过神的时候，手中的小瓶已经碎裂成片状，元贞瘫软地靠在柱子旁。将军的提醒让元贞脑海中浮现出一个脸庞。而此时，冥府的崇明突然觉得心一紧。怎么了？你怎么来了？手怎么了？碰的，碰的。谁碰你了？没有人碰我。元贞，我说了没有？元贞的嘴崇明是领教过的，很软，但今天不一样，今天他嘴是硬的，眼睛是软的。崇明没有再追问，他换了个姿势，靠着柱子坐下来。阎王让我去黄泉路北段巡逻，最近那段路不太平，有几个刺头亡魂不肯走，赖在路中间搭了个茶摊，拿忘川水煮茶卖给过路的鬼。喝完了忘得精干净净，站起来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了，堵了半条路。元贞很轻的笑了笑，你到底在冥府做什么？崇明的手指在元贞手腕上顿了一下，帮阎王办点事。什么事？你量的不对，不是普通的虚。我知道，你知道，你知道什么？你不想说就别说了，我不问了。我困了，我抱你回去。不用。你站都站不起来，你信不信我不重要，但你得先活着。元贞最终什么都没说出口，极小幅度的点了一下头。睡着的元贞跟醒着的不一样，眉头是松的，嘴唇微微张开一条缝，没有防备，没有刺。方碧在梦中翻身，胳膊搭上元贞肩头，崇明想拿开，但拿了又会重新搭上。而且凭什么拿？因为他是活着的，温暖的，拥有未来的，而崇明不是。月光把崇明的影子拉得极长，被方碧手臂压得喘不过气的元贞此刻也醒了过来。你怎么醒了？方碧差点把我勒死，回去躺着，不想回去。你手还是很冰。灵气被吸走了多少？大半。你怎么不？你上次渡阳气给我的时候，你说是因为我快不行了。那现在呢？我现在也快不行了。你想让我再问你愿不愿意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？
为什么会出现在我面前？因为想，因为想，因为想，没有别的理由。这个世界上没有理由的事。你在瞒我什么？你今晚一直在试探我，你一直在回避我，你身上有一股药味，还有你的阳气变少了。你不想说就不说。我没有。只要你发誓，你不会害我。元真的脸没有表情，但他的眼神里带了一丝哀求。你发不发？我发誓，我不会害你。好在崇明的眼神干净而清澈，元真不由得回应：好。烧烤、火锅、自助，再来一碗饭，加点肉，多点辣。你去床上。你确定？别废话。他只知道崇明的手臂很暖，那根刺还在，但今晚他决定先不拔了。再来5分钟。元真是被方贝的闹钟吵醒了，他盯着天花板，发现上面有一道裂纹，枕头旁边压着一张纸条，字迹是老派的，竖撇收得极利落，不用想也知道这是崇明写的。我怎么在地上？不对吧？我记得我昨晚是睡床上的。你做噩梦了，翻着翻着就滚下去了。真的假的？你信不信随你。那是南哥家的别墅，元真对此无比熟悉，但此刻元真却觉得这里的味道很奇怪。皂角水配艾草灰，用朱砂绘阵，房屋四角各埋1枚铜钱，纸上画进宅符，能去除宅子里的阴气。元真站起来，目光扫过院子四角，他的怀疑没错，这里被动过手脚。太干净了。这边怎么没见到王姨？死了。骗你的，王姨回老家照顾她儿媳生娃去了。南哥的左眼，那只阴阳眼，如今没了。南哥，你告诉我，这3年里你究竟经历了什么？我啊，在那边没什么好说的。不过元真你啊，是独一无二的。南哥，你的阴阳眼……之前左眼被感染了，动了个手术后就变成这样了。元真，你是不是觉得现在的我无法再继续做你的朋友了？南哥，你的确是死了。不管你把一切掩饰得多好，事实不能改变。无论我多不想你离开。什么嘛，你还是一点都没变。我就在这里啊，什么都没变。你就是死了。总之，我会找出真相的。好，好，好，随便你怎么说。不过首先，你得先和我仔细说说君主立宪制和民主集中制的区别。啊？天黑得很快，10月底日落像被人一刀切，前一秒还有半截昏黄的光挂在天边，下一秒就灭了。小路前方20米，半空中飘着一盏灯，夜游灯，不是蓝，不是绿，介于二者之间，冷冽的、幽微的。那团火不闪不晃，却没有温度。他分不清活人和死人，天黑后还在路上走的，在他眼里都是需要被引到那边去的。他飘得很慢，像在等人跟上。别跟！元真抬起头，发现崇明蹲在一根横枝上，垂目看他。远处的夜游灯没等到人跟上，便散成灰了。夜游灯不长眼，今晚走的方向是后山废井，你跟过去，他会以为你是要过奈娥桥的。那条巷子附近阴气重，我去看了一眼。看出什么了？他院子做过净摘，手法是老陆从前埋四角出的国水洗脸，但有一个细节，崇宁通报，这种钱背面有双龙纹，压阴气比清钱重30%，市面上基本找不到了。袁家的手法，谁用袁家的手法给南哥进了宅？还有一件事，地府那边查到消息了，有3份轮回档案被篡改过，手法极隐蔽，其中一份写着南哥的名字。你先离那个女娃远点，理由是你还没弄清楚。走吧，送你回去。不用送，路上还有2盏夜游灯，你要是再跟上去，我给你，怕
怕你被那灯缠着，撑不到明天。喂，元真，中饭一起吃吗？不去了。困。你不是想知道这3年的事儿吗？你陪我吃饭，我就说给你听。真是狡猾。方碧，我去吃饭了。喂，你个臭元真，脚长了不起啊！喂，方碧，你说元真原来还是喜欢女生的？啥？他不是从来只和你一起玩吗？我还以为他有什么癖好呢。滚！其实说起来，自己真的不了解元琛。元琛许多事情都不愿意让方碧知道，方碧只是遵从着父亲的意思，在元琛身边保护他。那元琛又是怎么想的？他或许会觉得被自己拘去而感到烦恼吧。方碧不知道什么时候养成这样的习惯，若是元琛闻到了他身上的烟味，反正他一时半会儿也不会回来吧。我不会感冒的。哦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已经死。说到方碧，元真，你现在还是只有他一个朋友吗？不是。什么？还有谁？快和我说说。是你说要和我讲讲你那3年的事吧？怎么话题又转到我身上了？那作为交换条件，我就和你说一个有价值的故事吧。那是我刚到北方的第1年。请问实验楼怎么走？谁知他突然扯下帽子，倒真是吓了我一跳。你猜怎么？奇丑无比。他的脸啊，与你一模一样，我当时还以为你来看我了。你可见过一个与我长相相似的人？啊、说谎的人要吞1000根针。如果你认识那个人，事情就好办了，只是和你做个小小的交易，而且这交易与你只有益处。你想要达成的愿望，我帮你来做。作为代价，我想要知道更多关于他的信息。那人应该是言灵者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我的记忆很奇怪，十分混乱，好像不是一个人的记忆。那本子你可还带着？烧了。这怎么说也不一般吧？你个急性子，听我慢慢说。崇明又带着一身伤回到玉泽的药铺中。药不用钱，这可都要用你的功德换的。知道，干你的活儿，别费那么多话。崇明，你这么做真的值得吗？你真信阎王的承诺？万一就这么点破事儿，还要不了老子的命？老子一辈子在战场上打打杀杀，吃的子弹比你见的甘草还多。20年能叫一辈子？你有几日没去阳间了？可是有什么不如意？崇明不觉想起元真那一双似是委屈似是倔强的眼睛。这种心情我说不清。玉泽，你可觉得这有不妥？这个问题你问我，
才是不妥吧？是我病急乱投医了。走了，药钱直接从功德部花。崇明，你这功德的数量可不对。玉泽医师，玉泽医师，救救我们！来了。启谦，我也觉得这本子绝对有问题，便将它带回了家中，翻阅了许多古籍，都没有看到关于介绍这是个什么东西，用来做什么的任何内容。直到有一日，学校要开运动会，班里的女生都不想跑长跑，便在报名表上偷偷写上了我的名字。初中女子组800米比赛，请尽快就位。当时我真是觉得委屈又没处可说，便在心中暗暗祈祷，要是运动会能临时取消就好了。后来你猜怎么着？运动会真的取消了。bingo！ 我想这或许和那本簿子有关，能让想法更容易实现。我决定再试一次，许个更不切实际的愿望。思来想去，我终于下定决心。作为一个能占得别人生前身后事之人，唯一的遗憾应该就是这个了吧。我想要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。车祸？你绝对猜不到。刚默念完，便听见了翻动书页的声音，于是我睁开了眼，簿子果然自己打开。雪白的纸页上，突然浮现出字迹，正是我许下的愿望。当字完全显现时，我的眼前突然一片漆黑。等视线渐渐清晰时，我才发现自己身处一间陌生的屋子，正对我坐着一个穿着和服的女子。她大约是喊了一个名字，顺着她低下的头看去，我才发现我身前放着一个木托，上面有一把小刀，用一块特别的布料垫着。左手边是一叠纸，上面写着看不懂的文字，混杂着几个汉字，排列得十分整齐，落笔也很有力。随后我身上之人揭开了和服，竟是一名男性。这时身后一位男人向我说了些什么，并鞠了个躬，我视线轻轻动了动。紧接着我突然变得呼吸急促，视线也开始变得模糊。待我醒来时，身上还有一层细细的汗，心脏有力地跳动着，好像是为了自己安然无恙而感到庆幸。在看那卜石时，它已经合好，安然摆在桌上，任我如何一页页细细查看，却再也找不到那行字。我找来了一只透晃镜，细细一看，最后一行依稀写着丁丑极有心思。我在纸上算了算，就是我的生辰。元征，你说这算是偶然吗？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偶然？那簿子最后的文字或许是一种标志，用来证明所属权。你最后见到的是个男人，是日本人吗？应该是，但我听不见他们说话，不确定。这应该就是那男子所说的你的记忆十分混乱的原因之一。你的愿望的确实现了，但你却看到了一段不属于你自己的事情。若是如此，事情的真相或许是真实的你死在3年前的那张车祸中，但之后有人将你复活，作为条件，他需要给你的身体注入另外一个魂魄，他能改所有人的记忆，唯独没改我的。所以你是说，我真的已经在3年前死了？我才不信！你呀，从小就爱胡思乱想。信不信由你。虽然在他解说的时候，南哥一直都挂着一副嬉笑的嘴脸，但元真总觉得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悲凉，这让元真更加确信他的推断，让他向着真相又靠近了一步。突然，元真的裤腿被什么东西拉了下。有时西门后，有时西门后。元真打发走小鬼后，发现南哥并无异常，看来他的阴阳眼确实没了。元真如约后在西门把玩着手中的铜钱，这家伙又在冥府手上了。你之前走的路子规矩多，而且容易碰到冥府的人。今晚换个地方，鬼市，
不用进冥府，阴阳交界处就能看。近期鬼市要开门了，里面又有好东西。元真，或许对这个感兴趣。元真走到戏台边沿，站住了。鬼市规矩，来者皆客，不问生死。我知道。按照袁家的规矩，元真将铜钱含在口中。崇明的视线落在元真嘴角那朵红绳上。袁家是正经世家吗？钱是碎片，3文阴钱1瓶，不退不换。怕什么？怕看到麦田。给你，不想看就不看，留着。崇明从怀里掏出一个纸包，元真认出来，刚才经过那个摊子的时候，他多看了2眼。凉的。桂花的，你嘴角沾了东西。你说如果我摇了瓶子，看到的是燕野的记忆，那是你前世，和我无关。你不在意。我不在意这些，我在意你下次受伤了别再瞒我。走了，鬼市散了。元真走得很快很凶，但耳朵是红的。鬼市快散了，摊主们开始收摊，灯笼也暗了下去。元真却被角落那里一排鬼吸引了过去。最近下面不太平，好多魂魄睡着了就被人动了手脚，醒来发现身上多了胳膊，多了半张脸，严重的连记忆都混了，分不清自己是谁。那股力量从很深的地方涌上来，比哪个阎王殿都深。有人说是第1层封印再往外漏了。元真脑海里闪过很多念头：燕野，那个南哥口中和自己相像之人，还有自己。一拆一合，不会是巧合。好了，你个阳间的人，别管阴间的破事儿。走，得赶在天亮前。我能自己走？毫无用处的挣扎，崇明轻笑一声，才不管他。方碧，你又抽烟了？你昨天没淋湿吧？吃完饭雨就停了。中饭吃的可开心？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，就是想了解一点东西。喂，你小子没事吧？元真，有件事想和你商量。元真，你说。元真，我想我们是不是还是稍微保持一些距离为好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想亲近你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当然我还是会保护你，只不过你保有所有应得的自由。我想我们重新……你小子为了抽几根烟，至于吗？对于元真强烈的情绪波动，方碧只是低着头。他承认自己对于元真更多的是无由来的愧疚。他和元真实在是太不相同了，或许应该说是天壤之别。方碧知道，对于元真眼中的落寞与恐惧，他只能装作视而不见。他看不见吗？绝不。他甚至能清清楚楚说出每一次元真心情的变化，每一句没什么的身后，有太多他冰得发凉的孤寂。可是，一旦他选择说出口，或许连站在元俊身边都会变成一种累赘。于是，他越来越觉得，他们两人需要打破这种局面，需要换一种相处方式，重新开始。而这个转折点的契机，就是将两人这种捆绑关系完全切断。他希望以平等的关系与元真相处，而如果在那种新的相处模式下，元真不再继续选择在方碧身边，方碧也自然是接受的。这颗种子早在方碧心中埋下勾引，而南哥的出现刺激并惊醒了这颗种子，促使他不断冲破那层土壤。如今，他便终于见到了阳光。
可这却是元真最不想要发生的情况。难道元真不知道吗？他与方碧是一同长大的，他深知方碧的眼中是渴望亲近元真的。他将一无所知的方碧留在身边，变成了一种近似理所应当的存在。而方碧如今捅破了这层纸，那他连身边最后一点安然释怀、疲惫与痛苦之所都丢失了。元正，我想我们能有机会重新。不必了，我倒也落个清静。重新开始，对于任何一方来说，只有句号。元真默不吭声地走着，但他知道方碧就在他的身后，相隔着几步。不是用眼睛看，而是灵气的感知。真蠢！方碧他怎么会知道要隐藏自己的灵气呢？喂，没长眼睛啊你！我看是你那小兄弟没长耳朵吧？果然神经病身边的人精神也不正常。你他妈的，说谁神经病？够了，你闪开！方碧的眼神中写满了愤怒，血红的火光闪耀着。方碧，住手！好烫！如此下去，怕是灵力会反噬方碧的身体。到底怎么样才能让他冷静下来？阴阳相生，此消彼长。心若冰清，天塌不惊；万变犹定，神为其境。虚空凝密，浑然无物，无有相生，难以相成。喂，你还来管我做什么？放任你暴走，祖父不还得来找我算账？两个神经病，他们两个关系果然不简单啊！我看就是那种关系。元真不就是……真是糟糕，连生气的力气也没有了。元真，你看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的朋友了。这孩子名叫方碧，这孩子的名字还是您老人家取的，这恩德方家无以报。哎，当家的您这是做什么？我们家元琛以后还要多多劳烦这小娃呢。大宗，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家方碧若不是大宗您的指点，也不知会变成什么样。这都是缘分。若是不救下这小娃，怕是以后我们家元琛也活不长久。哎，这小娃的灵力果真是完完全全被保留了。也不知以后该如何是好。若是女子，想必也会少些麻烦。哎，当家的，这话可不是这么说。一切都是必然的，男娃说不定倒也是好事。还是劳烦大宗多操操心了。当家的，你这是哪里话？你皮肤怎么这么白？我哪知道？你是女娃子吧？你这皮肤真细，碰我做什么？我是男的，是男的。别怕。楚明。元真，别怕。你是谁？我在，我不会让你有事的。楚明，入梦的同时还要给元真渡阳气，这对崇明来说也过于勉强了。崇明，你还要入轮回，别把自己弄成这副样子。啰嗦。哥哥，元真，对不起。干嘛？元真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原来我也是离不开你的，不仅仅是因为你需要我，其实我也需要你。方碧，你不觉得说这些话不太合适吗？我不知道我身上还有这样的东西。若不是你，我现在或许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。喂，你在莫名其妙矫情些什么？元真，对不起。停！你吃错药了，还是脑子烧坏了？烧坏了。元真，
你怎么样了？死了没？出门右转，不谢。看，给你带了补气血的。